你说一个配音演员能一拳干掉一头牛，就算是开玩笑的，也算是非常夸张了。图上的这位声优是水树奈奈，这个能够一拳打死一头牛的传言源自这张截图，这已经是一张相当古老的图了，具体什么时候出现的，那我就找不到了。感觉在我入宅的时候，这张图就已经是糊的跟马赛克一样。但我找到了这张图的出处，是一场 live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网上流传的这个肌肉图其实是被 P 大过的，原视频中其实没有那么粗壮，不过说实话，这个清晰的肌肉线条高低也是练过的。据说这个传言一开始并不是一拳打死一头牛，而是一拳能干掉3个阿宅。毕竟一位声优能拥有如此明显的肌肉线条，确实是很不简单。而与之相反的是，那个时期的阿宅刻板印象比现在深多了，所以这个传言倒也合情合理。后来就传着变成了一拳能干掉一头牛。不过水树奈奈倒是不太需要这样的梗来出圈，倒不是说出现这个梗的时候，水树奈奈的事业早就如日中天了。我刚入宅那会儿，就对声优界御三家的名声略有耳闻，哭江游一、水树奈奈、田村由香里，在10年前后，个个都是超高人气的声优。这个影响的深远程度夸张成什么样呢？2016年前后诞生的一众二游，你多多少少都能听到这些人的演绎。那个时候的二游嘛，大家都懂的呀，有日配声优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宣传点。而至于水树奈奈配的谁嘛，あたいが案内してあげるよ。地獄まで。对，等姐，其实阴阳师里的桃花妖也是她配的，这俩角色就能明显感觉到水树奈奈在少女声线上的绝对优势。首先你别去搜索，感受一下刚才那个轻型灯的配音，明明是一个比较御姐的形象和声线，但其实给人的感觉并没有说年纪特别大，大到了只能被称为御姐的程度。你和能登配的研磨一比，就能发现水树奈奈配的感觉其实是一种介于御姐和少女之间的声音。至于在动画中的配音嘛，我只能说这样一个名人配过的角色当真是多的可怕。由于水树奈奈出道给动画角色配音的时间已经是遥远的1998年了，我的粉丝里年龄小于23岁的超过 50%， 我可以肯定这个时间比很多观众的年纪都大。所以我如果真把他配过的角色都念上一遍，那并不比报菜名差多少。而至于他配过的经典角色嘛，比如火影忍者里的雏田，这个应该是他拿到的最经典的角色了，也是水树奈奈声优事业中相当重要的角色。再比如魔法少女奈叶里的菲特，这个更是从小女孩配到了妈妈级别的角色，也算是水树奈奈配音经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了。还有女神异闻录里的高卷信，要不怎么说声优都是怪物呢？1980年出生的水树奈奈配高卷信居然没有任何的违和感，感觉就是一个 JK 在说话。以及天使与龙的轮舞里的安琪，虽然剧情是一言难尽，你就说是不是一部经典动画吧，甚至是原始里的纳维亚。是的，哪怕是一个2020年公测的二游，你也依然能看到水树奈奈的身影，能在非常多热门的 IP 里看到水树奈奈的名字。同时也因为她配音的时间足够长，可以说她的声音覆盖了好几代新老二次元。但要我说她配的最有灵魂的角色，那必须是白色相簿里的绪方里奈。这个白色相簿并不是我们现在一直拿着玩梗的白色相簿2，而是2009年播出的白色相簿第一部。绪方里奈这个角色背景设定是19岁的偶像歌手，其他的暂且不说，光是偶像歌手这一条就足够了。其实水树奈奈最早的时候参加各种比赛也好，被星探相中也好，进入事务所也好，早些时候其实都是奔着当歌手当偶像去的。但你说这是他的梦想吧，那我不好
好说，这其实是他父亲的梦想。他的父亲是一个做牙齿修复的，简单理解那差不多就是做假牙的。但他呢又很有音乐梦想，曾经想当个歌手。咱这样想，80年出生的水叔奶奶，且不说他爹40多岁老来得女，哪怕是一个正常生育的男性，那也要20多岁才有孩子，对吧？那80年这个时间还要再往前多推20年，所以水叔奶奶最有可能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呢？那只能是标标准准的昭和男儿了。所以嘞，他对于水叔奶奶的教育方式那也是相当的昭和。你能见到这个世界上最典型的东方家庭，把自己的梦想安在孩子的身上，让孩子去完成。水叔奶奶的父亲就让他在自己制作假牙的过程中唱歌，还要能让他听得到，听不见。这个难度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可以说是地狱开局了，得多大的嗓门才能干得过制作假牙的各种器械啊？虽然听起来很诡异，但还真就给水叔奶奶练成了。这中间的折磨我不是很愿意提，就姑且跳过吧。我们只要知道制作那种假牙会有很大的分成就好了。时间来到1994年，14岁的水叔奶奶登上了濑户内卡拉 OK 歌谣赛10周年纪念全国大赛。水叔奶奶确实是夺冠了，不夺冠也未必会拿出来说。不过该说不愧是他爹嘛，毕竟14岁的嗓子唱出这么昭和的歌，真的非常震撼。你想啊，以前港台的明星不是都喜欢搞那种买歌翻唱吗？那90年代的曲风和水叔奶奶唱的这个差异可见一斑啊。在这次夺冠后的水叔奶奶，那自然是声名远扬，来到了东京念书，还是那种专门的养成学校，还学了声优课，一步步走到了现在。如果说配音这份工作成功的让他走进了2次元，那唱歌时作为偶像的他就是走向主流的征程。2009年，水叔奶奶登上 NHK 红白歌会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站上红白舞台的女声优，自此宣告了她国民级声优的含金量。你对水叔奶奶有什么记忆吗？毕竟是比较老派的声优了，很想知道大伙儿对她有什么印象不？在评论区说说吧。我知道有非常多水叔奶奶痛苦的经历我都没有写进去，甚至是她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节点，但我纠结之下还是不想写进去。那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是凯奇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